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，路，就是你每天出门开车、走路，脚下踩的那条路。但你绝对没有想过，一条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。在新加坡，路不仅仅是沥青和水泥，它是一张国家名片，是一套无声的招商方案，更是一部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基建教科书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来好好聊聊新加坡的道路质量到底凭什么做到全球第一，这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以及新加坡的基建究竟有多牛。我们先来看一份权威的数据。根据世界人口回顾最新发布的全球道路质量指数排名，满分7分，新加坡以 6.45 分高居全球第一，紧随其后的是瑞士 6.36 分，荷兰 6.18 分，而全球141个经济体的平均分只有 4.07， 新加坡整整领先了 2.38 分。这个分数是怎么来的？它基于世界经济论坛对144个国家商业领袖的问卷调查，让这些每天在路上跑的企业家、跨国公司高管打分，1分代表极不发达，7分代表按国际标准广泛且高效。这些商业精英可不是给面子分的人，他们给出的 6.5 分意味着，在新加坡开车，路面平整的像镜子，标线清晰的像是刚画上去的，暴雨天不积水，晚上反光标线亮得晃眼。在新加坡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坑洼，一条裂缝，甚至连路面补丁都很难看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加坡这么小，只有734平方公里，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万人，在如此拥挤的国土上，怎么就能把路修到全球第一？答案总结起来就是3点：管理、维护、规划。先说需求管理，新加坡通过全球闻名的拥车证制度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，从源头上控制了车辆总数和高峰期车流。先说拥车证，这东西2026年3月已经飙到11万新币以上，而且只管10年。拥车证就是一道经济门槛，把大量想买车的人挡在门外，车少了，路自然就不挤了。再说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会在市中心主要路段自动扣费，关键是堵得越厉害，收得越贵。高速公路车速低于45公里，普通路低于20公里就涨价。你高峰期开一趟，堵在路上不说，每过一个闸门，钱哗哗往外流，谁还愿意那个点开车进城？车少了，路自然不堵，路面磨损也大大降低。再说智能维护，不等坏了再修，很多地方修路是哪儿坏了补哪儿，今天补个坑，明天填条缝，路面上东一块西一块的补丁，像打了无数个补丁的旧衣服。新加坡的做法完全反过来，不等路坏，先下手为强。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管辖着超过9500车道公里的道路，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的健康档案。快速公路每7到10年重铺一次，主要干道每10到15年一次，小路每15到25年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新加坡看到的每一条路都在一个精确的时间表上，哪一年该修，哪一年该铺，早就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最后是超前规划，新加坡几乎不做补丁式建设，所有新路和扩建工程都基于未来10到20年的交通模型，一次性做到位。他们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，就已经把未来几十年的交通流量、人口分布、产业发展全部算进去了。新加坡的路好，不只是因为沥青铺得厚，水泥标号高，在路之外用经济手段让你少开车，用数据手段让路永远保持最佳状态，用规划手段让每一条路都服务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。一条路从修好的那一天起，就被当作一个需要终身管理的资产来对待，而不是修完拉倒的工程。这就是新加坡道路质量全球第一的真正秘密。但以上这些规划来自2个人的远见。第一位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。李光耀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，道路是国家的第一印象，是吸引全球投资的关键。他曾经直言，好好保养，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，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，使道路整洁美观，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。他还说，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，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数英亩，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。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，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，有纪律又可靠，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。听听这话说得多霸气，一句话也不用说。
一条保养良好的路胜过千言万语的招商 PPT。李光耀把基础设施拔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。他明白，跨国公司的经理们从樟宜机场出来，坐到出租车里的那20分钟，就是他们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。如果路面颠簸，堵车严重，人家凭什么相信你能把生意做得井井有条？所以在新加坡，修路从来不只是工程问题，它是一个国家营销问题，更是一个信誉问题。第二位是新加坡规划之父刘泰阁。刘泰阁曾任建屋发展局局长、市区重建局局长，他主导了新加坡整个城市结构的顶层设计。如果说李光耀是定方向的人，那刘泰阁就是把方向变成现实的人。他的规划理念浓缩为9个字：科学家的脑，艺术家的眼，人文家的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像科学家一样精准计算人口密度和交通流量，像艺术家一样追求城市天际线的美感，同时又始终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。他做的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提出了卫星镇规划理念，把新加坡划分为20多个卫星镇，每个镇以住宅区为中心，学校、医院、超市、小贩中心、运动场全部设置在5到10分钟步行范围内。这样一来，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食住行和工作需求，极大减少了跨区域的长途出行，从根源上缓解了交通压力。刘泰阁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犀利的话，在新加坡很少有高架路，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，如果一个城市规划足够科学，交通自然顺畅，根本不需要靠高架桥来打补丁。高架桥在他看来恰恰是规划短视的体现。当年刘泰阁做新加坡概念规划的时候，是按照550万人口规模来设计的，当时很多人觉得他疯了，但今天新加坡人口已接近这个数字，城市运转依然高效有序，这就是远见的力量。李光耀和刘泰阁2个人联手，把新加坡的道路和城市送上了世界之巅。在2026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，新加坡重返全球第一，其中商业效率指标从去年的第8名直接跃升至全球第一，基础设施排名也上升至全球第5。IMD 在报告中特别指出，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、全球碎片化的背景下，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其制度信誉、适应能力和韧性，而新加坡几十年来在基建上的持续投入，恰恰就是这种说到做到的信誉的最佳体现。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，新加坡的道路质量为什么能全球第一？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修路2个字能概括的，它是李光耀口中一句话也不用说的国家名片，是刘泰阁笔下以100年为单位思考的城市骨架，是大势港和 T5 那样面向未来50年的超级工程。从一条路到一个港，从一个机场到一个国家，新加坡用基建向世界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没有资源、没有腹地的小岛国，靠远见、纪律和极致执行力，一样可以站在世界之巅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。你对新加坡基建还有什么好奇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期见。